3月22号，韩国那边发生了一场史上最大山火，那火势是相当的猛烈啊，烧得人心惶惶的。更让人难过的是，有好几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不幸牺牲了，真的让人太痛心了。本来大家都够揪心了，结果韩国政府给前线消防员提供的伙食那叫一个寒酸啊，都直接把韩国民众给惹毛了。这跟咱们中国军人的伙食一对比，可真是天壤之别啊！咱们的战士们那可是吃得饱吃得好，营养均衡，保证体力啊。结果这么一对比，还真有韩国网友不乐意了。有个韩国网民竟然跑到美版知乎上发帖，说中国军人吃得这么丰盛，难道就不怕他们变得懒散吗？这问题一出来，可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咱们先不说这问题问的有没有道理，咱们先来看看韩国消防员的伙食到底有多差。3月25号，一位参与韩国火灾救援的消防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晚餐照片。这照片一出，立马就引爆了韩国网络。照片里被大火熏得黑乎乎的消防员旁边摆着2个一次性碗，碗里面装着什么呢？一碗海带泡饭，还有少得可怜的几颗豆子和几片泡菜。这就是奋战在火灾一线的救援人员的晚餐。朝鲜日报也报道了这件事情，配图也是一模一样，一碗泡饭，几颗豆子，几片泡菜，看着就让人心疼啊。你想啊，这些消防员冒着生命危险在火场里拼死拼活，结果他们的晚餐就这么点东西，这简直就是打发叫花子嘛。韩国网民一看那还得了，纷纷表示愤怒，说这伙食连囚犯都不如，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救火，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更过分的是，还有人拍到消防员们只吃紫菜包饭充饥的画面。你想啊，紫菜包饭那玩意儿顶多算个小吃吧，能有多少营养？一位前线的消防员发文说，自己和同事都快累死了。你想啊，救火本来就是个体力活，再加上吃的不好，这怎么能坚持下去呢？其实了解韩国情况的人都知道，韩国官兵的伙食一直是个大问题，他们的军队伙食基本上就是泡菜，而且量还少得可怜。更夸张的是，从2017年到2022年，韩国军队里竟然发生了118起在士兵的供餐里发现了异物的报告，什么昆虫尸体、电线、塑料瓶盖，甚至还有老鼠屎。这简直就是挑战人的生理极限啊！还有韩国士兵曝光了军队伙食的真实情况，有过期3个月的咖喱，还有发霉变质的水煮鸡蛋。这事当时就引起了韩国人民的强烈不满。面对舆论压力，韩国政府也表态了，说要下定决心改善韩国军人的餐饮质量，还计划在2025年通过竞标的方式采购全部的食材，甚至还说要把韩国伙食改善方案的宗旨放在首位。结果呢，2025年都到了，伙食差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真不知道韩国政府是不是把当初说的话给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中国军人的伙食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要知道，咱们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官兵们的饮食问题，不断提高伙食的标准，经常加餐，都是为了让官兵们更好的训练。咱们中国军队的饭菜那选择是相当的多，琳琅满目，让人看都忍不住流口水。就拿早餐来说，一般都会有4种主食，4道菜，2种小菜，2种粥品，这就是咱们的4422加制。午餐呢有5种主食，6道菜，2种小菜和2种汤，而且各个分队还建立了军营餐吧，引入了10个1的特色餐饮设备，让官兵们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各种特色的风味小吃，这让官兵们是餐餐有期待，开胃又开怀。下面我们来看段视频，看看韩国和中国军人更直观的餐食对比。
这一比较，咱们军人的伙食太好，也让一位韩国网民破防了。他在外网上就说，中国军人伙食丰富的程度真是让人大吃一惊，堪比饭店啊！所以他非常想知道，难道中国就不担心军人们吃得太好而变得懒散吗？不愿意训练吗？如果上战场打仗，他们还能适应吗？他还觉得韩国军人的意志力肯定比中国军人要强。这问题一出来，立马就引起了各国网友的围观讨论。在看到这位韩国网友的问题后，另一位韩国网友也跟着附和，说韩国军人饮食向来以清淡为主，就只吃泡菜和白米饭，跟中国军人的伙食比起来确实差很多。但是他认为韩国军队的实力并不会因此比中国的差，他甚至觉得中国应该向韩国学习，不能太过于铺张浪费。这自信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不过韩国网民的这番话很快就被俄罗斯网民无情的反驳了。俄罗斯网友说，韩国士兵的伙食差了出了名的，士兵们每天都要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不吃好一点哪来的力气？就拿现在的韩国山火来说，消防队员们都没吃饱，怎么有力气去扑火呢？真不知道韩国人是怎么觉得他们的战斗力强的。紧接着有位美国网友也表示，军人的伙食就是为了保障战斗力，从而保障他们在高强度的训练中有足够的力气训练。美国的伙食不比中国的差，所以美国的军事实力才会这么强。一位英国网友也忍不住发言，说只有伙食丰富了，战斗力才会更好。以前解放军的伙食只有馒头，现在有了很大改善，这也说明了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好了，所以中国的士兵们伙食才会越来越好。只有士兵吃得好了，才能更好的保卫国家，所以他非常的支持中国的做法。韩国军队的伙食差是出了名的，但按照他们的意思就是，伙食这么差能够训练他们的意志力，让他们军人的意志力变得更加坚强。但这种做法跟想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呢？说白了，韩国军人的伙食差并不是他们培训意志力的说辞，也难怪那么多的韩国人想要逃兵役。试问这样艰苦的伙食条件有什么值得让人向往的吗？话说回来，他们部队的伙食差也就算了，让人没想到的是，在一线救火人员的饭菜竟然也是如此的差劲啊！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吃不好，睡不好。咱们中国军队的管理是非常人性化的，而且深知官兵们训练的辛苦，一直都在不断改善军官的伙食条件，让他们吃好喝好，从而能进行更好的训练。所以说，一个国家的军队伙食不仅仅是吃饭的问题，更体现了一个国家对士兵的关怀，对战斗力的重视。好啦，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分享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